从现在开始看中国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传奇中国，我是大卫。1938年1月初，日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徐州。徐州守军呢，在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，以运动防御的战术呢，把南路日军阻击在了淮河的沿线，解除了徐州腹背受敌的局面。就在大家为淮北阻击战的胜利而欢呼的时候呢，传来一个震动整个徐州战局的消息。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司令韩复榘原本负责守卫山东，保卫济南。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之下，他的第3集团军损失较大。为保存实力，韩复榘不战而放弃济南，山东大部遂为日军所占领。韩复榘弃守济南，导致通向由北向南贯穿徐州的重要通道津浦铁路北段为日军所占据。很快，日军在青岛登陆，打通了由胶州半岛通向济南的胶济铁路。这样一来，北部日军就能够沿津浦铁路、胶济铁路2条路线，同时从东西2个方向进攻徐州。日军并未放弃这个有利的时机，很快就集结重兵开始北线的攻势。其中一路日军向徐州外围的另一个重镇临沂发动了迅猛的攻势。兵分三路大举进攻的敌人却并没有乘胜追击，直接进攻徐州，而是选择先打徐州外围的重镇临沂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大家说这个沿津浦铁路南进，这是个捷径嘛？为什么不先走这边？为什么先绕道的从那边走？这也是一个军事上的常识。捷径，你知道是捷径，中国人不知道吗？津浦铁路交通那么方便，中国军队怎么可能开放津浦铁路让你大举南进，放手让你南下？想都能想，用脚后跟都能想清楚，中国军队的重兵肯定是集结路津浦路沿线。大家知道，军事上最有力的进攻的这个态势就是一侧突破。你在中国军队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这个沿线进行正面对抗的时候，我向你软肋插一刀，正好沿东北西南这走向，从潍县南下，后边有这个胶济铁路作为补给支撑，沿着潍县南下，经过临沂，直取台儿庄。台儿庄一下，徐州就直接暴露在日军的攻击之下。这个时候你津浦路再怎么守没用啊，你的侧后出现日军了，你有可能被包围了。这个仗日军会，他设想的仗是打得相当轻松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日军他分出了一支重兵，而且是进攻这个徐州2个师团中战斗力更强的一支部队，板垣的第5师团。那么沿胶济路南下，东进，打到潍县之后，沿潍县台魏公路南下。那么潍县台魏公路南下，一直到台儿庄，中间只有临沂这个点，是个要点，是能够守一守的，能够打一打的一个要点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临沂鲁南的重镇临沂，沂水之畔的临沂，就成为能否堵住东路日军的这种侧击，能否保障我徐州会战臆测的安全，不要让人家抄了后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战之地。北线日军分为东西2个集团，其中处于东路负责进攻临沂的，就是日军著名的第5师团，司令官板垣征四郎，因此也被称为板垣师团。第5师团是日本陆军最早建立的10个师团之一，在日俄战争中进攻俄国控制下的旅顺后，由于作战勇猛，得到了钢军的称号。在日本侵华战争中，第5师团一直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。但是，就是这第5师团在此前进攻忻口的战役中，被八路军第115师于平型关设伏，一支后勤补给部队遭到了歼灭。大家知道，平型关虽然被称为大捷，但是八路军115师打的是什么？不是日军的战斗部队，不是日军第5师团的这个主力的战斗部队。当时他在向西进攻这个忻口会战嘛。八路军115师伏击台儿庄这个平型关设伏，最后打的是板垣师团的后勤部队，后方的运输补给部队，打的伏击是打的这样一个部队。
之所以平型关被称为大捷，并不是说平型关歼敌数字有多多，是因为这是华北敌后抗日战场的第一次作战，而且是第一次胜仗。平型关的战斗虽然没有对第5师团造成重大损失，但是却被认为是丢尽了第5师团刚军的脸面。因此，此次进攻临沂，第5师团的攻势分外凶狠。而此时守卫临沂的是徐州守军第3军团军团长庞炳勋。面对日军凶猛的进攻，庞炳勋遭遇到的最大困难，就是他这个第3军团兵力却远远少于对面的日军。庞炳勋当时应该说在职务上，他是个军团长，第3军团的军团长，好像这个官儿是不小。他这一个军团手里有多少兵？不好意思，他这个军团下边就一个军，40军，这一个军下边就一个师，39师。那这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？这就是蒋介石对这些被收编的杂牌部队的这个既定政策。官儿我可以给让你做得很大，但是兵我给你压得很少。我把实力给你压得很少，我可以给你高官厚禄，但是绝对不让你手里有太多的兵权。所以当时庞炳勋被投过来的时候，中原大战投到蒋介石门下的时候，他的部队就被压缩成一个师，但是给了他一个军长的名义，40军的军长。贵为第3军团军团长的庞炳勋，带着部队守临沂，手里就一个军，这个军就一个师，这个师还是个乙种师，2个旅4个步兵团，再加上军部有一个特务团，他实际上作为军团长守临沂，手里就5个步兵团。在参与徐州会战的各支部队中，庞炳勋的第3军团是一支彻头彻尾的杂牌军。庞炳勋个人的经历十分复杂，他少年经商，直至30多岁才进入军队。在军阀混战时期，他曾在多支势力之间来回倒戈，直至中原大战时期背叛冯玉祥，投向了蒋介石。因此，他的第3军团不仅兵力不足，装备也非常落后。在日军凶猛的进攻之下，临沂岌岌可危。该派谁去救援临沂呢？李宗仁想起了刚来到第5战区不久的一员虎将，59军军长张自忠。我们看到那个电影，那个《血战台儿庄》的电影有这样的镜头啊，蒋介石到机场，这个到开封去开会，机场落下来，李宗仁说提2个要求，我能打个不大不小的胜仗，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把金城沟放出来，把张自忠放出来。我以5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，请委员长放张自忠回去率部参战。所以当时。后来，这个张自忠将军返回部队，带第59军，开始到第1战区。后来，当他得知被划入第5战区李宗仁的战斗序列之后，非常兴奋，非常高兴。为什么？我有一个报答李长官的机会了，而且有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，有一个在战场上雪耻的机会了。对。那么当时他到了徐州之后，报道找李宗仁报道的时候，什么都不讲，啊，我对李长官感恩戴德，我唯有以死。以报知遇之恩，以报国家养育之恩，什么要求都没提，就一个要求，不要把我跟庞炳勋放在一个战场上作战。暗淡的刀光剑影掩不住战争的残酷和血腥，远去的鼓角争鸣诉说着英雄的传奇与光荣。危机时刻尽显英雄本色，12万中国军人击溃日本最精锐部队，聆听真实历史，再现战场传奇。传奇中国特邀军事专家房兵以新的视点、新的资料，带您重回那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。人生自有境界不同，华灯初上，喧嚣渐隐，意兴阑珊。纪录片栏目《传奇中国》。璀璨呈现，传奇从现在开始，看中国。决战之地。1938年初，日军24万重兵锋芒直指重镇临沂，庞炳勋率领杂牌军临危受命，张自忠一昼夜行军180里驰援前线。
徐州前线硝烟滚滚，临沂城外战鼓正急。我的目标只是一个打胜仗。传奇中国特邀军事专家房斌全面解析临沂大捷，敬请收看本期节目。临沂战场局势危急，急需张自忠率部支援。为什么在这样关键的时刻，张自忠不愿意与庞炳勋并肩作战呢？难道是他们俩有什么个人恩怨吗？1930年，蒋、阎、冯中原大战。那么中原大战开始前后，这个西北军的一些部队在蒋介石的收买瓦解之下，就纷纷的叛冯投蒋。你比如说韩复榘啊、石友三呐，包括庞炳勋呐。这个西北军呢是这个将领，他是很讲究这种袍泽之谊的。我们是兄弟，你不能在关键时刻临阵倒戈背叛老长官。临阵倒戈背叛老长官，如果说还可以理解的话，你更不能向自己昔日的兄弟反戈一击。对，啊，叛可以，你不能变，你更不能反手来一刀。对，这不是在这个问题上，庞炳勋有些事情做的确实是，他叛冯投蒋，回过头蒋介石肯定让你打西北军嘛。两支部队驻地非常近，他直接派兵就突袭了张自忠的部队，直接把张自忠的师部就给包围了。那么张自忠自己后来，据他自己跟这个，我看电影镜头都有这种，电影当中有这种细节，他跟这个李宗仁讲说，当时把我的师部包围了，如果不是我的警卫营营长拼死把已经负伤的张自忠拼死救出来，我可能这条命就交代在那儿了。有这样一层关系。曾经的昔日兄弟，你突然反目为仇，你还反戈为击，还要欲置我于死地。虽然曾经反目成仇，但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刻，张自忠将军还是放下了个人恩怨。在接到李宗仁支援临沂的命令之后，张自忠很快整顿队伍向临沂前进。而日军通过空中侦察，也很快发现了张自忠的行动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日军却对此毫不理会，全力以赴进攻临沂。当时因为当时这个战场制空权是在日军手里掌握的嘛，那么这样在这个黄淮平原这一带大兵团运动，你像59军3万多人运动，你想不被日军发现是不太可能的。对。那么当时日军发现59军，包括人力情报，包括空中侦察，包括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情报掌握，发现掌握这样一个情报，就是张自忠，这他们知道张自忠这个人呐，他们知道这支部队啊，那不是光七七卢沟桥抗战的时候，从长城抗战喜峰口那会儿大刀队他就见识过。知道这支部队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，齐装满员的一个主力军即将从淮北前线增援临沂的时候，日军掌握这个情报之后，按理说应该做出相应的处置啊，围城打援嘛，围点打援嘛，我这攻临沂，你要派兵去打援嘛，对，把援敌挡住嘛，至少是阻援嘛，为什么没有做任何处置？啊，这个日军既有判断失误，也有轻敌的因素。这个判断失误，老实讲也并不赖日军，为什么？他们是从战争的常理来判断，他为什么对这个张自忠这59军的增援根本不屑一顾？日军把账算盘珠子扒拉得很清楚，从你淮北前线这个现在的地方，张自忠的59军徒步开进啊，当时中国军哪有汽车呀？徒步开进赶到临沂，日军算了一下，180华里从你的现驻地，那90公里。那么按照正常军队中国军队这个徒步开进的速度，我们知道步兵负重行军1个小时正常5公里，那么他一天正常的行程30公里，所以这样日军一算，180华里啊，90公里啊，你至少3天以后才能到，至少3天以后能到。而这个时候日军觉得临沂我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了，3天之内我搞定临沂，全歼庞炳勋的这个临沂守军，然后我张网以待，正好你来，我各个击破，我让你钻我的口袋，我现在没必要去搭理你。这是日军按正常的计算，他低估了这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，低估了西北军，尤其是像张自忠将军统帅这种西北军的嫡系部队吃苦耐劳的精神。180华里的路程，正常情况下需要走3天时间，但是临沂还能够坚守3天吗？张自忠将军明白，如果此时按常规方式行军，临沂守军势必无法坚守下去。因此，在接到命令之后，他率领59军进行了一次奇迹般的快速行军。张自忠将军3万多人，
远远超乎日军的预料，一昼夜赶到了临沂前线。我们可以算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速度？一昼夜24个小时，按照这个速度来计算，90公里180华里的路，1个小时步兵最多走5公里，他相当于不吃不喝不停不睡不休息，连着走了18个小时。那么这支部队确实是很能打的一支部队啊。那么从长城抗战29军大刀队杀出威风开始，到卢沟桥抗战、平津抗战，这支部队一路打下来。 59军以一昼夜180华里的进军速度赶到了临沂前线，但是赶到临沂前线之后，张自忠却并没有率部接替庞炳勋第3军团的防御，而是在临沂城外停了下来。难道是他的部队经过长途行军，已经无力再战了？ 还是张自忠要借日本人的手来报当年的一枪之仇呢？在中国，什么是传奇？是主宰命运的英雄，是天地变色的瞬间，是无法磨灭的记忆。 是令人神往的秘境。寻找最佳角度，延长你的视线。传奇，从现在开始看中国。决战之地。 1938年初，日军24万重兵锋芒直指重镇临沂。庞炳勋率领杂牌军临危受命，张自忠一昼夜行军180里，驰援前线。 徐州前线硝烟滚滚，临沂城外战鼓正急。我的目标只是一个，打胜仗。传奇中国特邀军事专家房斌全面解析临沂大捷，敬请收看本期节目。昼夜兼程赶到临沂的张自忠对庞炳勋的熟视无睹，这位精忠抗日的将军，难道真的是斤斤计较的小人？其实不然，日军围攻临沂守军呢，已经持续了几十天了。 大量的炮兵火力和坦克火力已经把这里几乎是炸成了火山口。张自忠这个时候把部队投到这个地方，无异于自寻死路啊。那么，张自忠将军的作战计划到底是什么呢？昼夜兼程赶到临沂的张自忠，却并没有对庞炳勋部进行救援。任凭庞炳勋多次催促，张自忠却有自己的打算。 那么当时我们从实际上这个台湾的电影中，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镜头：这个庞炳勋守临沂，已经在这个可以说岌岌可危的时候，听到长官部派来援兵了，一喜一忧，喜的是终于派援兵来了，忧的是来的是张自忠。本身心里就是塔尔图的，他能来救我吗？他能真来救我吗？掰着手指头一算，离我这90公里180华里，完了。 他只要公事公办，他只要按正常速度开进，我就死定了。没想到一昼夜赶到前线了，终于援兵到了。这时候庞炳勋那个心情非常可以理解啊，警卫员都上前线了，近臣你赶紧来接替我的防御，要不然那真是死定了，我这部队全光了。但是这个时候他跟这个随同张自忠赶到临沂前线这个徐祖一，就是李宗仁的参谋长，说赶紧让近臣来接替我的防御，我实在是扛不住，否则临沂就丢了。那么徐祖一回去跟张自忠讲，张自忠说不去，我坚决不去接替他的防御。大家是不是以为在这公报私仇？如果这么想，张自忠根本就不会来。如果这么想，他即便答应来了，他也不会把3日的行程一昼夜就赶到。张自忠将军是有自己的考虑的，因为这个时候的临沂，张自忠这将军的新锐之师，这3万多人全投进去，非但起不了任何作用，反倒可能成为日军的炮火杀伤的重点。因为大家知道，日军围攻这个地方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几十天了，大量的炮兵火力、坦克火力，包括空中火力，地方都已经快炸平了，已经成为对方火力的一个可以说火山口了。这个时候你填进多少兵，那都是炮灰、活靶子。那么这个时候再去打防御作战，填进去，充其量，即便你能守住临沂，这个仗你也赢不了。大家知道，防御是打不赢胜仗的。
防御你能守得住，但是你不可能打胜仗，只有进攻才能打胜仗。那么当时张自忠判断了这战场情况，我们消耗的够呛，你日军消耗的也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如果我把我这点生力军填进到临沂这个虎口中，那是送入虎口，成了你的活靶子，我肯定不上算。那么张自忠提出一个思路，什么思路？向敌后出击。你庞炳勋再咬牙守一守，几个小时，顶多半天一夜的时间，我部队到了，我集中主力强渡沂水，临沂嘛，在沂水河嘛，我由沂水以东沂水以西强渡到河东岸，我直接抄板垣师团的后路，侧后，我向他的侧后进攻。那么这样咱们对他形成两面夹击之势，我会了他一哨。张自忠顶住周围战情的巨大压力，决定以攻代守，向日军第5师团侧背发起攻击。这就意味着，不仅庞炳勋的第3军团需要咬牙继续坚守，张自忠的59军也要以坚强的决心和猛烈的攻势，强渡沂水，与日军第5师团展开正面决战。很快，张自忠张军的2个师，38师、180师，强渡沂水。这个强渡沂水之战，我们看那个电影中也有这个镜头，很惨烈。日军守这个沂水的部队也知道不能让你过来啊，我守这条线，对，我这个后路还有保障，让你过来你就抄我后路了，没错，也是死守啊。那么张自忠将军当时也是下了最大的狠心呐。什么话不说了，我军长带着警卫营上去，你们2个师长都给我到第一线去，旅长就更别说了，团长以下就直接上去拼刺刀吧。西北军本身装备很简陋，没有什么重武器，张自忠将军下了血本了啊！2个军属炮兵营，山野炮营到38师，重迫击炮兵要180师，各式炮兵全部到第一线，进攻之前把弹药全部打光，不过了，把所有弹药储备全部打光，各级指挥官全部压上去，真的是不过了。背水一战，背水一战，以这种殊死的劲头，当时也讲了一句话嘛：我们困难，板垣师团更困难，我们在苦撑，日军也在苦撑，看谁能咬牙挺过这5分钟。最后实践证明，中国军队咬牙挺过了这5分钟。59军3万多人强渡沂水，直取板垣师团的后背。那么前后夹击的态势一旦形成，日军对临沂的进攻马上就瓦解。那么中国的2支军队，西北军的2支老部队前后夹击2支杂牌部队，击败了日军最为精锐的板垣师团。日军这个板垣师团一个旅团基本上给打残了打废了，最后败退到莒县，后退到莒县，中国军队追到莒县城下，乘胜收兵，临沂保卫战打成了一个大捷。临沂大捷的胜利，首先来自中国守军的英勇奋战。在战斗中，59军营级干部伤亡过半，连排2级军官几乎全部换人，却依然以坚决的进攻战法压迫日军第5师团。在这次战役中，张自忠将军做出的以攻代守决断，可以说构成了临沂战局变化的关键点。他是要承担风险的。打不过去怎么办？打不过去，所有天下人除了他自己之外，你可以肯定，所有天下都会认为张自忠又在公报私仇。对，我顶着这个压力，顶着这个风险，我的目标只是一个：打胜仗、打鬼子、杀鬼子，就这么一个目的。无论是战役指挥还是战场指挥，没有任何失误，这是一条原因。再有一个，西北军的这2支部队啊，守的是真守，死守；援的是真援，死援。那么这2者构成了临沂保卫战能够最后打成所谓临沂大捷的一个直接的原因。临沂大捷是徐州会战前期重要的一场胜利，在张自忠、庞炳勋2军的携手奋战下，日军第5师团伤亡4000余人，被迫后撤。战役结束后，中国最高抗战统帅蒋介石亲自致电加冕，李宗仁通电全国告捷。这场胜利瞬时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。我们现在通常讲说徐州会战，都知道台儿庄大捷。其实，如果真从这个中国抗日战场正面战场抗战以来，真正第一次大捷，我认为是临沂大捷。临沂大捷，临沂大捷，因为这个不像它，毕竟不像淮北阻击战，淮北阻击战是个僵局，说不上是个胜仗，
对，我虽然达到目的，但是是个胜阵，但是是个将军。但是临沂，我是个保卫战，不仅把这地儿守住了，而且把来犯之敌，尽管你是刚军，尽管你是主力，我给你打回去了。绝对是一个大捷，而且大量歼灭了进攻的日军，把他的一个主力旅团给打残了、打废了。所以临沂大捷对于中国的整个抗日战场，我认为它是具有指标意义的。只不过后来被规模更大的台儿庄大捷的这个光芒所掩盖了而已。当然，说到临沂大捷对整个后面我们整个徐州会战的这个意义啊，我觉得可以用这样3句话来形容：第一个，打出了态势；第二个，打出了战法；第三个，打出了信心。打出了态势，打出了有力的最后台儿庄决战的战场态势，把右路之敌打掉了。那么我们台儿庄可以集中全部兵力，在兵力使用上不用再考虑会不会有敌人来扶我们侧背的问题，会不会遭到敌军抄我们后路的问题，可以集中精力来打台儿庄决战。所以打出了态势。第二个，打出了战法。临沂大捷，正如我们周副主席所讲的，是一个典型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。后来你可以看台儿庄大捷，几乎就是一个复制，就是一个放大版，就是一个升级版。打出了战法，这个战法好使，更主要的打出了信心。一个临沂大捷，打出了什么信心？日本人也是人，他也是爹妈生父母养的，一个子弹上去也是钻个眼儿，一个手榴弹上去也是炸成几块。只要你敢打，只要你会打，只要你能打得好，照样可以击败日军。这个信心的具备，我想近了对此后的台儿庄会战，远了对武汉保卫战，对中国整个正面战场的抗战，都是具有巨大的心理影响和重要的心理支撑作用的。临沂大捷呢，解除了北线日军由侧翼袭击徐州的威胁。日军原本兵分3路的进攻计划呢，就只剩下沿津浦路南下的这一支孤军了。很快，徐州战场上最终的决战就将在一个名为台儿庄的地方展开了。好，感谢收看本期的传奇中国，我是大威，再见。